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视频：一只大鹅不小心闯进了老虎园，两只老虎准备过来尝个鲜，结果大鹅竟然扇着翅膀，一个突刺跑上去袭击老虎，两只老虎被吓得连滚带爬。那只白老虎不服，结果第二个回合又被大鹅追得满园子跑。黄老虎躲在很远的地方，话都不敢说。大鹅昂首挺胸，老虎怂成狗熊，这真的是活久见了。影片当真的没有作假吗？原来这件事就发生在去年的4月5日，是河北保定的一家动物园。老虎是从海外引进的孟加拉虎，少年派同款，而大鹅呢，本来应该是被扔进去的下午茶，结果那天饲养员没买到母鸡，就顺手买了一只大鹅回来。在外国动物园里也出现过这种画面，大鹅袭击金刚，金刚被追得连滚带爬，连拍胸脯也显得那么无力。所以大鹅究竟是一头什么样的上古神兽？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教科书上说鸟没有牙齿，用喙啄食，但很显然鹅是家禽，属于鸟类，它有牙齿，而且是上中下3排，连舌头上都是牙。俗话说，没有被大鹅追过的童年是不完整的童年，所以很多小同学开始质疑教科书上的说法。于是生物学家出来打补丁了，他们说鹅嘴里不是牙齿，是一种叫做齿状喙的结构，这种结构本来专属于那些已经灭绝的远古巨鸟。这样看来，今天鹅嘴里重新长出了齿状喙，这也许就意味着它们体内的远古基因正在觉醒吧，凶猛又巨大。俗话说，宁让狗咬，不被鹅拧。这口齿状喙只要咬上你，绝不松口。所以鹅真的算猛禽吗？时间回到2016年，加拿大的温哥华岛，摄影师 Lisa 正在度假，突然她听到院子里很吵，往外一看，原来是一只白头鹰骑在一只加拿大鹅的身上。鹅基本已经开始装死了，白头鹰就开始放松警惕，接着鹅尾巴一弹，奋力挣脱，翻身起来，重新回到了拳击台上。眼看着大战就要开始了，丽莎摆好相机，结果没想到加拿大鹅竟然逃跑了，一着急还飞了起来。但显然在空中那是老鹰的主场啊，飞上天绝对是找死。很快丽莎发现大鹅往前飞是为了赶紧扑腾到前面的池塘里面。进入池塘以后，大鹅开始摆出攻击之势，还开始扇动翅膀挑衅白头鹰。结果白头鹰看到这架势，竟然忍了，拍拍翅膀飞走了。Lisa 这一组鹰鹅大战的图片发布到网上以后，北美网友立刻就炸锅了，他们都在说白头鹰这是美国象征，加拿大鹅这是家国国宝，被骑在身上感觉很形象啊。但前面不是说好的猛禽大鹅吗？怎么就这样颜面扫地了？显然这个故事还有下集。这次是西威尔士，当摄影师摆好相机的时候，天空中的那只老鹰已经一头扎进了水里。接着不一样的故事就发生了，大鹅一个闪身骑到了老鹰身上，还不停地把老鹰往水里按。原来前面那只加拿大鹅是在耍诡计，还好当年的白头鹰没有上当，要是跟着扑腾到水里，那就是到了大鹅的主场，它就能像这样利用水性反杀老鹰。后来老鹰算是被摄影师救回一命，看着这只落汤鹰的眼神，终于懂了当年白头鹰怎么就那么忍了。原来这是一个会装死还会耍诡计的水中猛禽，连白头鹰都怕它。故事分享到这里，可能有朋友要说，这都是欧洲鹅啊，和中国鹅是不一样的，那中国鹅也有这么厉害吗？这年中国新疆沙湾县的警察局当中走出了一群大鹅，记者赶过去采访的时候，民警说派出所所辖的区域内有广大的农村基层，如何做好安防，这群大鹅正是他们在基层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不仅要加强人防、物防、技防、犬防，同时他们也将鹅防纳入了安防第一线。民警继续说，家禽中的鹅警惕性非常高，听觉异常敏锐，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群体报警。同时大鹅很勇敢，看见陌生人入侵就会拍着翅膀过去展开攻击，某种程度上来说比狗好使。因为一般一户居民家中只会养1条狗，但入侵者可以通过肉包子贿赂狗，还可以通过毒包子毒杀狗，而鹅不一样，一养就是一群，晚上视力极好，
入侵者根本没法投毒和贿赂，想要靠蛮力一瞬间放倒一群会飞的鹅，这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综合考虑鹅在实际安防中的出色表现，警队把鹅推广到了一些偏远的派出所和居民家中。2013年以来，这群鹅防大军已经昂首挺胸，活跃在了安防第一线。这真的是一个神奇的故事。原来中国鹅已经力压汪星人，全面加入警队了。那他们究竟为什么这么厉害了？大家还记得《侏罗纪公园4》里面那群号称人气小王子的迅猛龙吗？虽然人气高，但还是受到了很多古生物爱好者的批评。什么迅猛龙？它应该叫做林盗龙，只有一只火鸡大小，而且是长羽毛的。影片中的迅猛龙明显是把林盗龙的体型夸大了好几个等级，还把人家羽毛给拔了。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在这样一部惊悚的恐龙影片当中放入一群火鸡，然后再让这群火鸡去制服霸王龙吗？显然导演敢拍，观众都不一定敢信。但是火鸡大战霸王龙的故事可没有就这么结束了，因为就在影片上映2年以后，2017年，科学家们又有了更惊奇的发现。他们说，等等，林盗龙可能也不是火鸡，而是一群大鹅。因为他们发现了一种长得酷似大鹅的林盗龙，而且还和大鹅一样是水陆两栖的。接着科学家们在论文里分析了一系列的神经学、形态学等等问题，最后得出结论，不可能还不是林盗龙的问题，而是林盗龙的更上一级，整个驰龙科都具有和大鹅一样的半水生性。故事发展到这里，很多爱好者都在调侃，驰龙怕是再过几年都要被开除恐龙家族了，改名叫做赤鹅吧。故事还没有结束，科学家在南极的维加岛上发现了一种叫做维加鸟的怪异生物，化石复原以后长这样，简直就是一只鸭子嘛。然后化石里还保留了一段维加鸟的喉咙，这就是今天鸭子和大鹅的鸟鸣馆啊。也许远古的恐龙世界和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一头长着羽毛的霸王龙很愤怒，它被一小群驰龙诱骗到了沼泽当中，然后无数只驰龙变成了驰鹅，发出嘎嘎嘎嘎鹅的叫声，从芦苇丛中窜出来，突袭霸王龙，然后获胜。就像丽莎拍到的鹰鹅大战的故事一样，诱骗敌人进入沼泽，进入湖泊，这原来是他们祖上练了上亿年的独门绝学。也许这段影片当中，汪星人是在说，我祖上可是狼，而大鹅却说，对不起，我祖上爱吃霸王龙。这里有一段不一样的天鹅表演，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电视里优美的天鹅在现实中这么凶这么大？很显然，和天鹅对线的汪星人已经被吓得不行了，主人似乎比天鹅也高不了多少。要是这个大家伙突然发动鹅领攻击，怕是狗狗和主人都很难招架。还有一只天鹅叫做阿先生，曾经居住在女王家的剑桥河上，妥妥的河霸，干翻一艘船，骑游泳的人，抢包、恐吓，甚至是上岸挑战公牛，那都是阿先生的日常。后来英国人实在受不了了，开始上奏女王，要求把阿先生弄走。果然女王出面把这个为非作歹的天鹅给收拾了，流放到100公里外的某个秘密地点了。但没想到过了几年以后呢，剑桥河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河霸，甚至都学会了水上漂的神通，连大鹅都不准进入自家的领地，对人类也是变本加厉，一时之间江湖人称小阿先生。没过多久，小阿先生也被女王收了，一检验还真是当年阿先生的孙子。天鹅其实是鹅类家族中最凶猛的神兽，千万别在野外调戏天鹅。天鹅家族属于雁形目，也就是我们课本上一会儿排出一个人字，一会儿排出一个一字的大雁。雁形目其实是一种又群居又三栖的猛禽，和老鹰那种单打独斗的空中霸主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生活当中呢，经常接触到的雁形目主要包括4个分支。第一，天鹅属，它没有被驯化，尤其凶猛。第二，雁属，雁属里面的红雁被中国人驯化成了中国鹅，灰雁被欧洲人驯化成了欧洲鹅。第三，黑雁属，也就是前面反复出现的加拿大鹅，这也是一种没有被驯化的品种，相当凶猛。这里还有一段加拿大鹅袭击战斗民族的影片。要知道，传说中俄国壮汉那都是能徒手追熊的大爷，但这里好像有点挂不住面子啊。
估计是要开车没有喝伏特加吧。不扯远了，雁行目当中第4分支我们最熟悉了，鸭黍，这个比较温和，但也只是比较温和。还记得当年蝗灾，传说从浙江紧急调了几万只鸭子过去吗？其实家鸭和家鸡一样，至今都没有完全被驯化。它们确实能干掉几百上千万的蝗虫，但同时它们也会野化。雄鸭会长出绿色的羽毛，变成一个会飞会扑会潜水的大魔王。看外形是不是就很像那只恐龙时代的维加鸟？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雁行目和驰龙之间的任何关系，但是可以猜想大鹅为什么这么凶，为什么很多动物都怕鹅，这也许是一种刻在基因上的畏惧。比如在英国，一只大鹅飞到农场里，被一群牛犊围攻，愣是没有一头牛敢先发动攻击。不是说好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吗？怎么就在一只大鹅面前集体怂包了？可能大鹅当年也是统治世界的魔王，可以群攻霸王龙，也能秒杀一切天上地上水里的猛兽，三栖作战是杀出来的威名。还比如科学家至今都没有研究明白，为什么有鹅的地方就没有蛇？是鹅粪便里的寄生虫吗？还是某种化学成分？另外，鹅跟鸡不一样，它不吃蛇，是个素食主义者。那为什么有鸡的地方蛇都不怕，反而会怕鹅了？也许这还是一种基因中的畏惧吧。可能在人类登场以前，大鹅们早就已经不做大哥很多年了，江湖里只流传着大哥的记忆。而显然，人类这个后生仔并不知道这些江湖规矩，用一双灵活的手花式玩鹅，甚至还用杂交技术开始培育各种巨大的斗鹅。于是一种凶猛、巨大又美味的大鹅出现了。大约在400多年前，广东饶平县的西楼村有人培育出一种非常霸气的狮头鹅，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鹅，一筐装不下。去年评选出来的鹅王39.1斤，直接比普通的家鹅大了2倍多。尤其是潮汕地区，狮头鹅几乎就是一种民间信仰。记者来到养殖场调查，一上门就看到了一场狮头鹅踩毒蛇的表演，甚至只需要扇动翅膀，蛇就能被吹出去好远。公鹅很凶，会地追着人咬，会成群结队的示威游行。母鹅则会发出嘶嘶嘶嘶的声音，和那只天鹅准备攻击前是一样的。记者一不小心就被母鹅啄破了手。狮头鹅名副其实，相貌非常霸气，脑袋上有5个肉瘤，头顶1个，左右各2个，脖子下面还有一个耷拉着的肉带。广东人说这个样子看起来非常像狮子，所以叫狮头鹅。后来考证了一下，广东人说的狮子其实是舞狮，而不是草原上真正的狮子。养殖场里的狮头鹅随便抓一只，身高1.1米，普通的大鹅只有70厘米，翼展有1.7到1.8米之间，一条翅膀的长度和一个女性成年人的手臂差不多。鹅掌也是又肥又宽，能和一个男性成年人的手掌差不多大。还有狮头鹅的鹅蛋，一个就有220克，小半斤重，比常见的鸡蛋大了好几圈。狮头鹅还长得特别快，24小时就能学会走路游泳，90天就能长到16斤以上。这种霸气很符合广东人的生猛审美，于是每年有7000万只狮头鹅飞上广东人民的餐桌。就在2个月以前，一夜之间，整个深圳都在努鹅，甚至惊动了人民日报，亲自发微博呼吁大家别盯着一只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网络上突然传说，在深圳只要学会努鹅就能领1700块补贴。接着各种努鹅考试的解析在网上疯传，搜索深圳加努鹅的关键词，就能发现1500篇以上的努鹅笔记。只要是提起鹅，每个深圳人都是地地道道的行家，即使不会努也必须会吃啊。于是大批市民开始涌入深圳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官方网站报名考试。接着平台数据出现异常，深圳人社局也紧急叫停了报名。到最后，一场整个深圳都在努鹅的狂欢也被官方辟谣，这是一场纯粹的以讹传讹的闹剧。原来网上疯传的努鹅考试学名叫做潮市卤味制作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通过考核的难度很高，并不是网络上流传的97%。
在整个事件的最后，深圳人社局在公告上调侃，弄不好因为你们的盲目热情，市场上的鹅都要断货了。另外，咱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供大家选择，就别只盯着一只鹅了。据统计，整个广东每年有近2亿只大鹅要飞上餐桌，在东莞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只卤鹅解决不了的事情，如果有，那就再加一条鹅腿。在潮汕，狮头鹅更是直接入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鹅敢在珠江里游泳，也没有哪一桌粤菜敢不上大鹅。广府的烧鹅皮脆肉滑，客家的怒鹅大块朵颐，潮汕的卤鹅更是拥有魔力。肉多的地方回甘，肥厚的地方醇厚，澄海的卤水清雅，潮州的卤水辣中带甜。所以想要和广东人成为好朋友，你一定要懂鹅。一只3年老鹅头最高可以卖到2000元人民币，因为鹅头越老，头上那5块肉瘤就长得越大，卤好以后被叫做鹅胶，越老越惊艳。100天以内的狮头鹅被叫做雉鹅，你在广东很容易吃到这种商品化的雉鹅，它是米饭的绝配，鹅肉、鹅肝、鹅胗、鹅蛋切上满满的一盘，再配上一碟蒜泥醋，很满足也很幸福。150天以上就可以被叫做陈鹅，陈鹅是地道老店的坚守，他们认为雉鹅的口感太松散，必须达到陈鹅口感才能及格。而老鹅呢，则需要在2年以上，鹅头可以被单独出售，一根霸气十足。顶级食客蔡澜老先生推荐的吃法是这样的：先把下巴拆了，吃肥大的鹅舌，再用双手掰开鹅头，露出大如樱桃的鹅脑，还有鹅颈的条状肉是纤维组织最嫩的地方。如果把鹅头的骨头拆出来，塞入鹅肝酱，再煎烤，那绝对是聪明绝顶的方法。老鹅除了可以吃，还传说可以通灵。鹅眼在晚上可以看见脏东西，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都市传说，尤其是在南京江淮那一带。比如鹅舍里在后半夜经常非常寂静的时候，会突然炸窝，所有的鹅就像见到鬼怪受了惊吓一样，全部开始伸着脖子狂叫，那场景相当瘆人。据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南京人才从吃鹅改成了吃鸭。这背后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时间回到638年前，南京城内深夜，钦天监的官员跪了一地，皇帝朱元璋感到一阵一阵的恶心，因为天空中出现了太阴犯上将的天象，这是某位大将即将造反的预兆。朱元璋想到了远在北平的徐达，一定是他。但这个时候徐达已经患上了背痈，这是中医认为的一种不治之症。朱元璋还是不放心，把徐达连夜召回南京。看来徐达也不像马上就要绝症身亡的样子，朱元璋越想越害怕。于是那晚阴云密布，朱元璋给徐达送去了一道烧鹅。中医认为背痈的病人吃烧鹅必死，所以当徐达看到烧鹅的同时，也就懂了。他含着泪吃完烧鹅，很快就在太监的面前去世了。当晚电闪雷鸣，皇宫中的朱元璋也是一样的紧张。突然他隐约听到有一群大鹅在鸣叫，雨下了一夜，朱元璋也没有合眼。第二天早朝，当他听到徐达已死的消息的时候，先是松了一口气，然后又嚎嚎大哭，中断了朝会，让徐达配享太庙，位列第一功臣。但很久以后，每晚深夜无眠的时候，朱元璋总会隐约听见那群鹅叫声。然后朱元璋下令要纪念徐达，禁止在南京城内吃鹅。虽然这个传说说得非常玄幻，但确实有那么点历史的影子。比如翻开宋代生活的百科全书《金瓶梅》，你会发现几乎每次宴席必有烧鹅。再看历代的中国文人，也都是吃鹅爱鹅。但为什么到了明朝，中原江淮地区就突然不怎么吃鹅了呢？这是一个历史悬案，而上面这个朱元璋的故事却可以解释这个悬案。而当年广东地区地处偏远，受这个传说的影响不严重，也就把吃鹅的情怀一直保存到了今天。真的是这样吗？显然科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记者在养鹅场里发现了一个没有影子的鹅舍，不大的空间里一共安装了100多盏高亮的 LED 灯，
厂长说，这是为了防止鹅舍炸窝。南方的天气多变，经常会在晚上打雷下雨。如果鹅舍里照明不足，那些幽暗的灯光就会把狮头鹅的影子映到墙上。狮头鹅本来就高，影子非常大，晃来晃去的，它们的警惕性又很高，就会把影子当作入侵的敌人，开始组织反击，发生炸窝，搞不好就会出现严重的踩踏事故。但后来科学家发现影子当中的秘密，他们说鹅眼当中有4种视锥细胞，比人类能看到更多一种的未知颜色，这就导致它们在夜间视力非常好。人眼看起来是一片漆黑，但鹅其实是看到很多影子在晃来晃去。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现代的鹅舍里就设计了这种无影灯的环境，全方位照明，100%无影，这样一来也就解决了鹅舍炸窝的古老问题。看来朱元璋当年担惊受怕的悬案也算是被走进科学了，大家也不用担心南京人忽悠你害怕吃大鹅了。另外，大鹅真的浑身是宝，它们的鹅绒还是最顶级羽绒服的原材料，号称自然界中能锁住空气的黑材料，越蓬松锁住的空气也就越多，而空气呢，这就是自然界当中保暖效果最好的东西。也许鹅就跟我们原来说过的鸡一样，它们都是不当大哥很多年的远古霸主，它们早就告别了江湖，即使是被人类这种后生仔拿来花式烹饪，它们也都不悲不喜，就像深邃的大自然一样，包容人类，也放纵人类。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吃鹅就吃鹅，干嘛要毁掉天鹅的美好形象？你要负责。